我7岁那年，爹娘外出的路上遭遇山匪劫杀，叔婶怜我可怜，将我收养膝下。16岁时，我遇见一位静坐于闹市看书的穷书生。公子为何要在这喧闹之地读书啊？读书之处不在幽静与否，而在心境。闹市虽喧嚣，却能磨练心性，让在下专注学问，不为外界所扰。尘世喧嚣烦扰，唯独他闪闪发光，我对他很有好感。此后每日我都在闹市寻他，受他影响，我竟也能在喧闹嘈杂之中看书。我与他从点头之交到谈天说地，从相知到相爱。宁，怎么了？可能是今日风大，有些着凉了。阿姨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呀，素来体弱，叔婶这些年给我找了很多大夫调理，始终不见起色。唉，于宁的父母出事后，她一直郁郁寡欢，慢慢的身体就差了。他这样，我是真怕他活不了多久。这些年，我们给于宁找了许多大夫看过，都说若是有太初玉莲，或许能治好她的病。太初玉莲这种罕贵的东西，我们打听许久，才知皇宫里有一株。我一定会治好于宁。我去街上你读书的地方没看到你，便来你家中找你了。阿姨，你怎么不去街头读书了？啊，我要准备上京赶考了。于宁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上回得了风寒，其实也不要紧，就是婶婶担心我，不让我出来。于宁，我一定会考上状元，求得太初玉莲，治好你的病。阿姨，你都知道了。于宁，等我回来娶你。阿姨走后没几天，我又一病不起，这一病从秋天到冬天，我应当活不久了。我崔于宁于建安17年冬末病逝。姑娘们别怕，我们是官兵，人牙子都被剿灭了。你们家住何处？我们派人送你们回去。他是谁？大人，我不记得我是谁了，我可以跟着你吗？宋氏玉佩，好啊。大人，她确为瑞王之女宋婵生，只是她生来痴傻，如今瞧这模样，估计已然恢复神智。既然她送上门来，就休怪我无情。大人，天气热了，我给您做了些酸梅汤。虽然我失忆了，但做出来的酸梅汤味道还不错哎。这味道，大人不喜欢这个味道吗？味道不错。大人可查出我出身何家，因何被人牙子拐走？京都50里外的一员外郎家中嫡女，被继母故意丢失，卖给了人牙子。你若不想回去，不如就留在我府上。那就多谢大人了。魏大人看着冷冰冰的，让人给我送来的这些衣裳倒是十分好看，又合身的很。把这贱蹄子拿下！别以为你得了官人几分青眼，就能登堂入室。夫人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只是暂时借住。他这些年心里一直住着那个死人，对任何女子都不假颜色，唯独你居然让他留在府里，还亲自给你安排了衣裳首饰。我现在就离开。你该死！剪了他的头发，刮刮他的脸，扒了他的指甲。他落在夫人手里，可得吃不少苦头。陆心思这些年对接近我的女人非打即杀，连多看我一眼的丫鬟他都不放过，更何况一个我亲自留在府里还极为上心的女人。疯够了没有？我会给你找最好的伤药，不会留下疤痕。魏大人，你那时候失忆了，为何选择要跟本官走？不怕本官也是坏人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魏大人很熟悉，觉得很安全可靠。
当年我父亲赶考中了状元，被太傅之女陆心慈看上，他害死了我的心上人，还逼着我娶了她。魏大人，你查到我叫什么名字了吗？一女，宋一女。多谢魏大人收留，我该走了。回你那个家，你不怕被你继母又卖掉？我不回去，我想过了，我酸梅汤煮得好，做菜也行，我可以去摆摊做生意，养活自己。阿姨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姨宁做的菜天下第一好吃。那到时候阿姨去京城赶考，我就去京城开个酒楼。我好喜欢。宋一宁连名字都这般像，之前那些容貌与崔一宁相似的女子凑上来，他看一眼就直接将人打杀了，唯独对你。一宁，我好想你。小姑娘去哪儿啊？是来找哥哥的吗？你们滚开！这下他是彻底毁了，到时候端王追究起来。本乡的夫人害了端王府的郡主，本乡也只能将夫人交给端王处置。风上微月去踏破山河之巅啊，一心并肩赴跌宕，看永夜的尽头。魏大人，谢谢你又救了我。魏廷义，你放开本王的女儿！楠楠，快到爹爹这里来。他是我爹。魏相，本王能带回自己的女儿吗？还是说魏相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伤害本王的女儿？本相不敢，其实还是本相多次救了郡主。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被带回了端王府。明明我觉得魏大人很亲近，为何他跟我说的都是骗我的？我的楠楠啊，脑子好了，变正常了，真好啊！我以前是傻子。楠楠不能这么说自己，你是天真纯善，不谙世事。今日我见你和魏大人针锋相对，你们是有什么过节吗？10年前，你误食毒药，命悬一线。宫中有一株太初玉莲，能救你的性命。我苦求皇兄，可皇兄却将太初玉莲赐给了魏廷义，所以我暗中派人抢走了太初玉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心上人未能等到太初玉莲救命，香消玉殒了。所以是因为我，他的心上人才死了。楠楠，这些不怪你。你服用太初玉莲后，虽然活了，却也变得痴傻。况且太初玉莲本来就是咱们府里的东西，是被皇兄抢回宫里保管，他又凭何将咱们的东西赐给别人？况且你中的毒也是皇兄派人下的，魏廷义离开的时间和路线也是皇兄派人透露给我。虽然魏廷义也知晓这些，但是他对本王和你的恨意却从来不减。一年这么多年了，我连为你报仇都做不到。宋禅社是他抢了你活着的机会。听说魏相曾经的心上人经常做这种梅菜饼给他吃，我们的梅菜饼就是崔一宁之前的秘方。魏相要是吃到曾经的味道，定然动容。对有故人影子之人，自然清源有加。魏相权势滔天，容貌俊秀，能伺候他左右，哪怕是做个替身也是好的。喂，你们俩是外地来的吧？还不知道魏相可是最讨厌模仿崔一宁的人。这些年不少女子找上门来，或是长得像崔一宁，或是性情与崔一宁相似，所有人都以为魏相爱惨了他的心上人，或许会找个替身，没想到他将人全都杀了。魏相他给我编造假身世，还故意给我的假名字与他的心上人一样，明明跟我家有仇，恨不得我死，却又假惺惺的对我好。可为什么我却觉得他很亲近，看到他就很安心呢？
郡主，郡主啊！郡主以前最喜欢吃这家的红烧鱼，今年都没吃几口。这些都是我以前爱吃的菜吗？对呀，以前郡主最爱吃这些了。这些我好像并没有特别喜爱。对这梅菜饼，我好像很有兴趣。这几日我了解过，端王确是我爹，他对我宠爱有加。19年来，我一直生活在端王府，可我对端王府的一切都没有半点熟悉感，对端王也没有亲近感，反而是魏廷义特别熟悉。你的夫人多次谋害郡主，朕得把她交给端王处置。听说你对郡主倾心，那朕就把她赐婚给你吧。好的男人赐婚给魏廷义，那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爹爹消消气，我愿意嫁给魏廷义。婵儿，魏廷义他一定会伤害你，嫁给他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爹爹，圣旨已下。爹爹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您别忘了，我可是郡主。魏廷义，他总不能对我又打又骂吧？唉，我的楠楠啊，命运多舛，没过几天好日子。一路风雪，任白发纷飞。一拜天地，再拜圣上，夫妻对拜。魏相，在人牙子手里救下我时，魏相就认出了我的身份，得知我失忆，故意编造我家中不辞，让我无家可归，只能留在你身边。而后又故意对我流露出有好感，让陆心慈对我下手。若我说当初是故意这般想让陆心慈折磨你，而后见陆心慈找了地痞欺负你，还忍不住出手救你，你信吗？不信。你去找皇上赐婚，不就是想折磨我一辈子吗？因为我的缘故，让你的心上人没有活下来，我这辈子该还给他，所以我答应跟你成亲了。对，因为你抢走了怡宁活着的机会，你就该受折磨一辈子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，爱无可奈何，坠入深渊。梦里好真实，可我以前是痴傻的，几乎没有出过王府，怎么会在街头看书呢？还有旁边的男子又是谁？读书之处，不在幽静里，而在心境。大事虽喧嚣，却能磨练心性，让在下专注学问，不为外界所扰。我是谁？我是端王府郡主宋蝉生。我不是宋蝉生。郡主，我买了白月光梅菜烧饼，那边新开的铺子，说是魏相心上人崔依宁的烧饼秘方，你要不要吃？味道一般般，居然还那么多人排队买。这味道不太对。这个味道才对。哇，郡主做的梅菜烧饼真好吃。想与你互不相干，为何你还要处处学他？你放开我，我没有学谁。你还狡辩，在街头看书，梅菜烧饼都是我与怡宁的故事，满街小巷都有流传，你还说没学？莫不是郡主针对本相情根深重，不惜学习怡宁一举一动，当他的替身？我宋蝉生才不屑于当任何人的替身。味道一模一样。大人，崔姑娘的叔叔婶婶来了。听说魏大人又成亲了，我们一家特意赶来恭贺。怡宁过世10年了，魏大人也该忘掉她，进入新的生活。怡宁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会为你高兴。这世上无一人能替代怡宁，更何况他还是害死怡宁的人。
是新夫人害死了怡宁。当初大人得了太初玉莲赶回去的路上，遭到端王的人拦截，抢走了太初玉莲，最后太初玉莲被郡主服用了。我可怜的怡宁啊，老天爷怎么就一点都不心疼她呀？当初要是能有太初玉莲，她现在就是首府夫人，有人疼，有人爱，不至于一个人冷冰冰的埋在地下。小娘子真俊俏啊！好大的狗胆，也敢对郡主无礼！郡主啊，原来是你害死了我堂姐，要不然现在我堂姐就是魏相夫人。要是当初玉莲没有被端王抢走，现在怡宁就还会活着，我们会成亲，琴瑟和鸣，还会生几个可爱的孩子。我盘古神宗马地神满天四海任我游。魏大人，今朝只是为怡宁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被新夫人打成了这样子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把郡主请过来，他们是怡宁的家人，谁若欺负他们，便是对我不敬。为何我对这妇人也觉得熟悉？他昨夜欲对我不轨，魏大人不处置这登徒子，却怪罪我打了他，是不是崔怡宁的家人做了任何坏事，你都会毫无理由的包庇他们？你不配提怡宁的名字。是你害死了怡宁，是你害死了他，你还我怡宁！对不住。已经10年了，顾廷义真会念着怡宁一辈子。万一他对这个郡主动了心，那我们岂不是成外人了？娘，你就别多操心了。魏廷义要是真能变心，早就变心了。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呢。郡主真的要开个14？我失业后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开14养活自己。反正嫁给魏廷义也只是个名头，我不如做点自己想做的事。反正我有钱有闲，还有身份，没人敢找14的麻烦。要是你成了残花败柳，还被全城人皆知。那等14开张了，我们叫王爷过来吃饭，王爷肯定高兴。岁岁，我今日很快活，我想以后的每日我都会过得很快活。宋禅生出去了还没回来，大人是担心他。皇上明知道我与端王水火不容，却还将宋禅生赐婚于我。宋禅生但凡出任何事，端王必定会与我斗个不死不休。又是这一套。还能站起来自己走吗？又是你安排的。背后指使的人是谁？我们不知道，有人给我们钱，让我们把他玷污，然后再把他一尘不整的扔到大街上。上回那些地痞，魏廷义查出来是崔金照安排的，他倒是没有特别护着，直接将崔金照扔进了大牢，而我没管这些，把心思都放在了我的14上。这一桌子的菜，全是我宝贝女儿做的。对，全是郡主做的。王爷您也没想到吧？郡主居然这么厉害。爹爹，婵儿做的菜合您的口味吗？哎呀，太合了！婵儿啊，你怎么突然就会做菜了？我醒来就会了呀。来，楠楠，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。爹爹，我现在好像不喜欢吃以前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了。没事没事，楠楠变聪明了，当然就不喜欢以前的东西了。只要楠楠还是爹爹的楠楠就好。明明是很疼我的阿爹，可我如今还是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。我好像可能真的不是他的女儿。楠楠当然是爹爹的楠楠啊！不管我以前是谁，以后我只是宋禅生，阿爹的女儿。民妇有冤情，求青天大老爷开眼，请令崔家接魏首府之事，害死我的女儿。崔金照强抢民女，逼死林巧儿，人证物证确凿，本府判你收押，秋后问斩。
京兆是夷宁唯一的堂弟呀，那时候他们姐弟俩的感情多好啊！魏大人，求求您了，京兆只是一时犯了糊涂，罪不至死啊！夷宁，你是不是也希望我能救你的亲人？杀人偿命，林大娘从金陵告到京都来，不就是为了她死去的女儿讨个公道吗？再说，崔金兆真的只犯了这一回罪吗？郡主娘娘，夷宁已经死了，求你不要再逼死京兆了。你怎么能说是我要逼死他？明明是他犯了事。阿叶，你父母双亡，我也父母双亡，以后我的叔叔婶婶也是你的家人。夷宁的堂弟自然也是本相的堂弟，我会救他。你不明是非，亏你还是当朝首辅。最近我越发觉得他身上有夷宁的影子，夷宁也是这样正义凛然的人。好吃14，到时候我开的铺子就叫好吃14，怎么样？简单直接，一看就好吃。所有的菜味道都和夷宁做的一样，这些菜是你做的？我将菜谱配方告诉了大厨，14里这么多生意，全是我一个人做菜，不得累死我？郡主吃少了10年，醒来后就有这么一手好厨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好吃14，不欢迎是非不分、包庇恶徒的人。我可是首辅，说这些话不怕得罪我？我还是郡主呢，所以我才敢说别人不敢说之话。那些无权无势的人，受了恶人的欺负，而恶人还有像魏大人这样权柄滔天的人当靠山，他们就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。哼，你做的东西难吃的要死，也敢要钱？我的腿断了！哼，只打断你的腿，算便宜你！我就是打死你，也没人敢说一句话。我舅舅可是京城府尹，还仗着有个当府尹的舅舅，一直横行霸道的。阿叶，以后你当官了，一定要替那些无权无势的百姓做主，把那些有靠山的恶人全都抓起来。哼，都听夷宁的。也期望我成为屠杀恶龙的勇士，而我现在却成了恶龙的保护司。夷宁，你会恨我违背初衷。金陵传来消息，崔金兆这些年确实干了不少强抢民女的事，因为大人的原因，当地官府对崔家一直有所包庇。这回他是打死了人，事情闹大兜不住了，才一家子跑来京都，把崔金兆所有罪证交给京都府尹。人犯崔金兆，金陵人士，强抢民女为妾，害死女子林巧儿、杜小娟、丫鬟如儿，证据确凿，判斩首，即刻执行。听说这个崔金兆有魏首府当靠山，没想到也被斩首了。救命！本来魏廷义要救京兆，就是被你害的，才害得我儿子惨死。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宋产生，你醒醒！我是病逝于建安17年的崔夷宁，于建安27年重生成了端王府郡主宋长生。真正的宋长生应该在被人牙子抓走后就受惊吓而死了。崔家婶婶突风丧子之痛，才会迁怒于你。我会将他们赶出魏府，还请郡主饶他一条性命。别人都说魏首府爱惨了崔夷宁，哪怕崔夷宁已死10年，魏首府仍旧只爱他一人。那崔夷宁刚死，魏首府怎么就娶了陆太傅的千金？不出10年，就从一个平民状元成了当朝首辅。当年陆太傅替我求得太初玉莲，唯一的条件是娶陆姓子。我唯一所求是夷宁可以活着，可太初玉莲还是被端王强娶，救了你。太初玉莲救不了崔夷宁，她是被谋杀的。你说什么？她是被那一碗碗救命的药毒死，是她至亲的人为谋夺她的财产，给她下了8年的毒。
他从被收养在叔婶膝下之后，就身体日渐不好。叔婶说他是自幼父母双亡所致。姨娘，我知道是。其实那是他们一碗碗毒药喂的。来人，把那对崔家夫妻绑了！魏大人，为什么要绑我们呀？昨夜我还梦到怡宁了，她还嘱咐我要照顾好魏大人的生活。你个老钱婆！你梦到崔怡宁了？她没在梦里找你索命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们为了谋夺崔怡宁父母留给她的财产，从收养她以来，一直给她下毒。8年来，虽让她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可她花的那点也不过是财产的9牛1毛。8年来，你们从来不管束她的任何行为。崔怡宁父母在世，她还有跟着先生读书，可收养在你们膝下后，你们却没有请先生让她继续读书。她长到16岁，你们也未曾为她相看定下婚事。你们从没想要她活到出嫁。你是人是鬼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因为我就是崔怡宁，我死后灵魂留在世间7日才散。那日我的灵堂上虽挂满白绫，你们穿的一身白，却是满脸的喜色，高兴的庆贺着，把你们这么多年的谋划说得一清二楚。崔怡宁总算是死了，那些财产真正的属于我们了。我总算可以高调的穿那些绫罗绸缎，也不用假心假意的对她好。爹娘把她接回来时说我们要发达了，没想到居然忍了8年才拿到这富贵。当初他爹娘死了，留给他一大笔财产，多少人想收养他。要是他被我们收养不久就死了，肯定被人怀疑。若是我们对他不好，让他不想被我们收养，也会有人来干涉。只有将他好好的养着，跟我们亲近，暗中一直给他下着有损身体的药，差不多出嫁的年纪死了就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把你们当亲人，原来你们一直都在害我，对我虚情假意。你们为了钱财谋害我，虚情假意对我8年，那我就让你们尝尝身无分文、流落街头的滋味。来人，把他们2人手脚打断，扔去街上，任何人不许接近他们。他敢对郡主落水，活该落得这下场。不管他们了，我们先回端王府。我的楠楠啊！王爷，郡主回来看您了。阿爹，您哭过啊？阿爹是想婵儿了。穗穗，你去吩咐厨房做份核桃枣泥糕，我想吃了。好，奴婢这就去。婵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端王已经看出来，我并非您的女儿宋婵生了吧？父女连心，刚开始没发现，相处几日就发现你处处与楠楠不一样。当然，你也是个好孩子。你又是谁呢？我是崔怡宁，死于建安17年的崔怡宁。死了10年，10年后在我楠楠的身体里活了过来，一颗太初玉莲，楠楠活了10年，10年后换你活着，也算公平。是魏廷义恨错了你们，太初玉莲救不了我的命，我是被养我长大的叔婶毒害而死。唉，既然你代替我的楠楠活着，那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，你可愿意？阿爹，当年病逝后，我7日灵魂不散，先是在灵堂上得知待我如亲女的叔婶是害我之人，后来又见阿义迎娶他人，我死后连头七都不曾出，亲人成了害我之人，爱我之人弃我另娶，所以重生回来，我才不愿意记得前世所有。怡宁是不是嫌弃我年纪大？如今你是18岁的妙龄少女，而我都快30了。魏廷义，你可是忘了你先前如何的算计，让别人折磨我。怡宁，先前的错我都认，你想如何打我骂我都行。我的珍宝失去10年还能失而复得，我这辈子所求再也不要失去怡宁。怡宁，你别不要我。魏首府居然给郡主跪下了，王爷，咱们郡主可真厉害。
魏廷义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你都是当朝首辅了，还做这无赖的事。当朝首辅又如何？惹了娘子生气，当然要跪着求娘子原谅。你别叫我娘子。我们成过亲的，那不算，我不是真心嫁给你，算不得数。宁，你心疼心疼我守寡的10年。魏廷义可真没出息。岳父大人请喝茶。以前小婿对您多有得罪，都是小婿的不对，娘子还是不理我，还请岳父大人为我多多美言。哟，魏首府，你爱崔依宁那么深，原来他不爱你啊？您知道他的身份了？是不是我的女儿？我还能认不出来吗？倒是你爱崔依宁那么深，跟他又相处那么久，居然还认不出他。这些年太多人模仿他来接近我，他又死了10年，我哪敢奢望他会以另一种方式活过来。好了，那位只希望我们斗得你死我活。你的崔依宁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也不希望他会有任何危险。皇上虽然疑心重，但他确实对百姓不错，算是好皇上。他又正值壮年，短时间内不会出事。那你就什么都不做？太子已经20世，是时候去为皇上分忧。那你就少管些朝堂的事，多陪陪崔依宁。毕竟你们之间差了10年的空隙。你一个首辅非要来学炒菜，我那些客人都被你的菜吓走了。哈，错了，刚放过言了。宁宁看14，我当然要来帮忙。朝堂上我是首辅，下了朝堂我也只是宁宁的夫君。少贫嘴！你带我来你的书房干什么？得让宁宁知道，这10年来我一直都在做一个好官，过往所有案卷记录都在书房里，宁宁随时都能来看。以后也请宁宁监督我做一个好首辅。16岁，在街头遇到的那个看书的少年，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不褪色。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外公，爹娘又把我丢给您了。哎呦，你爹娘又跑出去了？爹爹说要去南边视察，就把娘亲也带去了，让我跟着外公，说外公孤家寡人很可怜，让我多陪陪外公。爹爹娘亲，我们出去玩，为什么不带哥哥？他个皮猴子，才不带他去呢。他天天对着你爹爹喊老头子，还说要换个年轻的爹爹。你爹啊，还没把他腿给打折，就是好的了。我哪里老了？也就30多岁，儿子都嫌我老了。宁宁，你没有嫌我老吧？魏廷义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宁宁，你说嘛，说你不嫌弃我。不嫌弃。那宁宁真的没有看上那小子领回来跟你相亲的探花郎？魏廷义，你怎么越活越幼稚啊？什么肥醋都乱吃。那你说，那个探花郎没有我好看，宁宁最爱的人是我。当然是我的夫君阿姨最好看，天下第一好看，我最爱的就是阿姨啦。自从生了龙凤胎后，阿姨就老爱跟2个小家伙争宠，越来越像个小孩，得哄着。这回啊，儿子拐了个探花郎跟我相亲，还非要探花郎当老师留在了府里，阿姨就找借口带我们去南边玩。宁宁，这辈子还能有你，我很满足，很感激上苍。阿姨，上苍眷顾，我们才能在一起，余生我们要很幸福的走下去。